大家好，欢迎来到公子视频，我是公子沈。那前几天有一条消息，就是法国政府正式的证实了将遣返2名中国领事馆的官员。那么他们认为这2个人涉嫌强制遣返在法国的中国意见人士等于是要把他绑架回中国，并且在机场被现场的法国媒体给拍下来了。所以法国总统签署命令，要求强制驱逐出境。这2个人分别是中国驻法国大使馆的负责人和他的副手。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法国媒体拍到了他们联合几个所谓的志愿者，就是在法国的华人社团的成员，一起强制性的威胁恐吓一个在法国的意见人士，带上飞机要遣返回中国。这个叫做林华占的人士，他是被中国的这个使馆人员架上了汽车，被包围着裹挟着要上飞机当时被拦下。之前我们也专门讲了这件事情，虽然他之前他被迫的他被威逼要上飞机，但是到准备上飞机前一刻，他决定这个反抗。当时法国的媒体拍到了这个现场画面，后来法国的情报部门也进入了调查发现现场的人员是中国大使馆的人员，而且拥有公务护照和外交豁免权。但是他做的这些行为是非法行为，不能够按照法国的这个法律来审判他们，但是可以驱逐出境。无独有偶，就在前几天，挪威政府还逮捕了一个中国公民，认为他是中国的间谍。所以可以看到，中国的手已经伸向了全世界，不止在中国进行这种集权统治，同时他还把专制输出到全世界侵犯全世界其他人士的自由和权利。那么我想这种事情做得很过分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让你想到过去在大清政府的时候，去在这个英国伦敦公使馆去绑架孙中山，把他要强行的绑架回中国。那时候好歹孙中山是大清帝国的通缉令上面的人物，对吧？这个林华占他根本就不是什么人物，对吧？即使如此，居然中国的手都伸向了法国，居然有这么多人，包括大使馆的官员带队去强制的要把他送回中国。他犯了什么罪？共产党政府都不敢说，他连通缉都没有通缉，更不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国际刑警组织的这个红通名单上。即使如此，他就要绑架回去。所以说，全世界对中国现在在对中国的这种对其他国家内政的威胁和伤害，这些国家已经开始逐渐的觉醒了。前不久，英国刚刚卸任的陆军总参谋长就专门提到了，说现在的形势堪比第2次世界大战之前由中国、俄罗斯和伊朗所组成的新轴心国，甚至比过去那个法西斯的轴心国对这个世界的威胁更大。他说现在全世界面临着2战以来最危险的时刻。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兵凶战危，北约峰会就在昨天正式的召开了。目前按照最新的数据显示，32个北约成员国当中已经有23个有望实现国防开支占 GDP 的比重超过 2%。 北约各成员国都已经承诺，基本上达成了一致意见，就是很多国家没有达到 2%， 这个国防开支都要增加到 2%， 并且给出具体的计划。2018年的时候还只有6个国家达到 2% 的水平，现在大量的国家已经把军费提高上来了。这样的话可以大大增强北约联盟的军事实力。那为什么？就是为了应对现在这些中俄、伊朗、朝鲜这些轴心国对这个世界的威胁。俄罗斯既然能够发动这个侵略乌克兰的战争，那其他国家也仍然可以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发动战争，破坏和平。所以国际的良善力量必须要有足够的实力来阻止这种情况的再次发生，或者说在发生之后能够加以应对。北约就承担了这样的任务。所以对于这些国家来讲，其实你说把这个国防开支增加到 2%， 对于一些国家来会是一些负担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加拿大，就是到今天为止加拿大都没有达到 2%。 这次的北约峰会上，加拿大将会遭到整个北约的批评我看到很多加拿大的媒体也在讲说，特鲁多将会面临巨大的压力，而且美国的共和党、民主党2党已经联合致信加拿大政府向加拿大政府施压。面对自己的金主向你施压，那请问你该怎么做呢？特鲁多这次现在面临的大选，他也面对着内部的压力，所以说加拿大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内忧外患。
不过这些内忧外患是很好解决的，它不是系统性问题你换个政党改变一些这个预算的计划，基本上能够解决这个事情。毕竟加拿大是北约成员国当中的重要的成员，也是美国最重要的盟友。关键是加拿大在美国面前是没有任何话语权的，因为你基本上完全依赖于对美国的贸易，而且还是每年近10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看这个资金的流向是从美国到加拿大，每年几百亿、近1000亿美金。有美国的这个大的市场，加拿大才能有技术，才能有资金，才能够有现在所谓的全民医保这些福利政策。所以说，没有美国就没有现在加拿大的繁荣和稳定。加拿大，你既然依赖着美国，你当然要做出一些回报了，而且这个要求也不是过分的要求，其他国家都在努力去完成，所以加拿大没有理由不把国防开支增长到2%的最低标准。如果你还想继续做美国的盟友，还想继续的受到北约的保护的话，2%都已经算是好的了。我想再接下来，甚至这个最低要求可能要提高到3%了，甚至有些北约成员国主动要求把2%提高到3%，因为他们自己也面临着一种从俄罗斯带来的威胁或者是中国的威胁。这次随特鲁多访问美国的还包括国防部长 Bill Blair 以及外交部长乔美兰。然后这个国防部长本人，我跟他过去也有过交流我还有一张跟他谈话的时候的合影。那他本人以前是多伦多警察局长，然后后来担任加拿大的公共安全部长，因为在警界，所以也跟美国有非常密切的往来。所以说整个风向是非常明确的。你就看加拿大过去在进这个华为的时候特鲁多政府一直撑着不宣布进华为，拖了很长时间，最后才下定论，在加拿大 5G 上面进了华为的产品。所以说这是他一直以来的做法，就是尽可能拖，最后拖到不行的时候再做这样的一个决定。那同样的，把国防军费增加到2%这程度，也一定是在不停的拖到最后还是要增加的因为加拿大没有另外一个选择，毕竟整个形势在不断的恶化，北约也好这个五眼联盟也好，就大家面对的威胁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不可忽视。那这个时候这种行动的紧迫性就越来越强，自然对这些比较犹豫的国家的政府来讲的压力也自然会越来越大，最终有一天它是撑不住的，这步棋是必须要走的。我们就看最近这个俄罗斯轰炸乌克兰的儿童医院，造成巨大的伤亡，中国外交部反应居然是什么？外交部发言人在7月9号的时候说，就俄罗斯袭击乌克兰儿童医院，说中方在乌克兰的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致的，就是要让双方都冷静克制。这种说法简直是侮辱大家的智商，就是你说这个话跟没说一样。你到底是什么样的立场？在一个军队入侵一个国家，甚至轰炸一个国家的儿童医院的情况下，你居然没有任何的谴责的声音，很明显你的屁股坐得有多歪。哪怕中国自己的网民都已经看不过去了在这条消息下边，在微博上面的留言就说了，说只顾利益不讲是非，毫无底线必将被世界唾弃说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徒，背离文明要遭报应的，无耻至极必遭报应。以色列袭击加沙的医院可不是这个态度，完全丧失了人性，丧失了做人的底线。你难道不是应该要求俄罗斯的军队冷静克制吗？难道还让乌克兰的儿童医院冷静克制？你是让这些儿童受伤害的儿童冷静一点吗？所以这种说法连中国的网民都已经受不了了，所以觉得中国政府、中国外交部的这种说法根本不代表中国人民，不代表自己，所以说非常的愤怒，在下边破口大骂。我之前也讲过了，中国政府最近在不断的宣传这个美军多坏以此来为今天的俄罗斯军队来开脱，说美军在叙利亚偷小麦这个事情结果有人网友就跑到了联合国的官方网站上看到了相关的消息，说的是什么呢？是美国捐助25000吨小麦，协助粮食计划署解决叙利亚家庭的面包短缺问题。但是到了中国央视的新闻报道变成了美军每天出动20多辆卡车偷叙利亚的小麦。你可以看到，就完全颠倒是非，颠倒黑白，就是只讲自己的立场，因为他们是站在俄罗斯这边的所以说俄罗斯做的什么事情他都要试图的掩盖，然后美国哪怕做的是好事情，他也要说这是坏事，他也要颠倒是非。这就是今天的中国政府，这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政府态度吗？
中国政府这么做只会害了自己，而且害了中国人的声望。就是西方国家一定会中国更加的愤怒，更加的不满。那么这时候你作为中国人，如果你没有特别明确的表明你反对中国政府的话，那大家也把你归类为你是支持中国政府的，因为你来自中国啊。那么中国人在国际形象也会随之下降，会受到进一步的伤害，甚至被鄙视。这就为什么我觉得中国人也好，海外华人也好，都应该有明确的态度反对现在的共产党政权，因为这个政权才是中国人最大的敌人。但是中国政府没有改变他的这个做法，除了刚才我讲到的他的这些种种做法以外啊，不要落了另外一个他必须要煽动仇恨的对象，那就是日本。之前是什么排核废水也好，还有后来靖国神社事件也好，最近又炒作日本的教科书，把南京大屠杀这个事情写成南京事件。关于南京大屠杀，我记得我之前做过节目来讲解真实的历史、真实的数据，或者说更接近事实的分析啊。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回去看啊，回去找。那我就不多说具体的事情了。但是我们看到中国政府又重新把这些冷饭又炒起来，又在讲什么南京事件。南京事件这种称呼不是现在才有的，一直都是有的，几十年了哈。甚至南京大屠杀这件事情本身也是日本人先讲的，而不是中国政府先讲的。过去啊，就改革开放之前是从来没有听过中国政府讲南京事件的，从来没有讲过。是后来改革开放之后，有些民间的学者才开始讲，官方才注意到，然后利用这个事情来对日本加以仇恨啊。然后激起大家的这种民族主义情绪，把它变成一个政治上的操作。所以南京事件本身对共产党政府来讲其实无所谓，他们才不在乎，他们只是觉得现在有利用价值了。而本身历史事实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还是要看日本的学者、日本的专家啊，他们研究的更加的细致、更加的到位、更加的客观。因为好歹日本是言论自由的国家，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各种各样的评判，而且他们之间也针锋相对。但是中国是一言堂，官方说了什么之后，任何人不许质疑。所以说，那么官方的说法80%就是假的，就是歪曲事实了啊。所以说，我们要了解历史，还是要看日本人怎么说，而不是看中国人怎么说。当然，你也可以看美国人怎么说，欧洲人怎么说。但是我们要注意，看也要看真正的历史学家的研究，而不是那些民间的畅销书，不管是什么关于731部队的什么恶魔的宝石啊这种书，或者是张纯如的书，这些都是畅销著作，错误百出，甚至根本就是在造假。包括日本人写的小说，这些不能够相信啊！要看真正的历史学家，在大学做研究的学者啊，比较严谨的、公正的、认真的态度的去看待这段历史。但是回过头来，我们看这件事情，政府在炒作，对吧？毫无疑问，他是故意要炒作。为什么呢？因为有人就发现了，他们发布的影片在微博上边，居然你的 IP 地址是外国，是看不到的，就是给中国人看的，就是让中国人对日本更加仇恨。但在中国墙外居然打不开这个影片，因为他们也知道这里边是政治操作，专门的要激起你的仇恨啊。并不是一个踏踏实实的研究历史真相的态度，因为墙内是一言堂，他想怎么说怎么说，大家只有相信的份儿。但是到了海外，他不让你看到，那这种政治操作难道还不明显吗？他一边想要激起大家的仇恨，通过扭曲事实的方式，然后又不想外界知道。有人就说了，这个热搜榜的前排本身想点进去好好了解一下，下周和日本人聊天的时候可以把这个话题当做表达一下我作为中国人的愤怒，结果点进去一看，所有央视网的视频都屏蔽了我日本 IP， 然后他就问其他国家的 IP 能不能帮忙看一下，结果下面都说啊，来自日本的人说看不了，来自德国的人说看不了。有人就提到了说，门背后磨刀的这种肯定不能给进门的看见啊。但是虽然他们在有这种操作手段，但是这么做是瞒不住的，总会有人把这些墙内的事情传到墙外去。所以全世界也都看到了中国人是如何的被洗脑、被煽动，仇恨日本、仇恨美国、仇恨整个西方世界的。但是共产党呢，敢做不敢当，不愿意外界知道这个事情啊。一方面屏蔽西方的IP， 一方面呢还自我宣传说外国人现在又喜欢到中国了。国家移民局在7月5号还通报说，今年的上半年外国人入境的人次增长了153%。我们看具体的数据，今年1月到6月入境中国的外国人
高达1463.5万人，同比增长152.7%，其中免签入境达到854.2万，占比52%，同比增长190%。有媒体就说了，这是因为中共很多的国家扩大了免签朋友圈的政策，就是中国作为一个中转站的话，有免签100多天。但是结果，如果我们看具体数据，出入境人次总计本国人和港澳台的人士占比高达90%，只有10%是外籍人士。总计上半年共有2.87亿人次出入境中国，而其中本国居民和港澳台分别达到1.37亿和1.21亿次，合计占比高达90%，而外籍人士只占1%。而这些外籍人士当中，还有多少是外籍的华人，只是回国探亲，最后变成了什么外国人喜欢到中国来又重新回来了，这都是假象。现在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支离破碎，中国政府的种种倒行逆施的做法也被全世界看在眼里，所以说中国的吸引力已经完全跟过去不可同日而语了。其实从这儿可以看得出，就是中国正在和这个现代文明世界渐行渐远去中国的游客越来越少，投资者越来越少。那么当然，中国其实开始是被整个世界孤立，然后它又跟伊朗、俄罗斯这些独裁国家形成盟友关系。那么当然就预示着未来整个国际舞台的动荡不安，以及中国内部将会再次掀起多年来未有之大变局。好，感谢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欢迎大家点击订阅这个频道。如果大家喜欢这节目，也欢迎加入会员，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